不管是 iPhone 还是小米 Mix Fold 3这类折叠旗舰，他们都在卷影像的功能。巧了，我自己就是一名影像工作者，在工作之余，我会拿起手机拍摄。在使用小米 Mix Fold 3的这2个月里，我带着它坐了大佬的公务机去了趟新加坡，拍摄了 F1， 也去了趟上赛，在维修区里拍到了兰博基尼的杯赛的现场图。当然还有虹桥机场跑道的镜头，我在那边划船，看飞机从头顶上降落。那不如我现在就来翻一翻手机的相册，看看在这2个月的时间里，我都用这台手机拍摄了哪些照片。作为一名影像工作者，很多时间都会面对电脑处理拍摄好的视频素材。于是我在这个夏天就买了一条皮划艇，顺便带上我的朋友一起去虹桥附近的水域里划船。在此之前，我其实一直都是一名划算男孩，比如这条船我只花了200块还是300块购买的二手。所以在买 iPhone 的时候，我也是买数字系列就好。但是就在我站在湖边拍摄到了这些视频的时候，恰好我就站在飞机降落的航线上，飞机一架接一架，只要过了梅雨季节，夏天的上海天气好的出奇，大屏的拍摄体验真的非常非常棒。但是原装的手机壳并不能很好的保护外屏，小米 Fold 3已经做得非常非常薄了，这是15 Pro Max 的厚度，这是小米的 Mix Fold 3的厚度。可能工程师在做原厂手机壳的时候，并不想让这个壳掩盖掉本身机身厚度的这个优势，上半部分的这个盖子因为做的太薄被我用断了，可能是我的使用强度过高。小米的相机给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手动模式，这是我用长焦搭配手动模式拍摄的。当天是下午6点钟左右，天光已经渐渐有些暗了，搭配潜望式的长焦，我可以把快门速度降到1/40秒。我只尝试了3-4次之后就得到了这张照片。要知道我在平时工作用的相机上要得到等效115毫米的长焦镜头，它的尺寸大概是这样的。而你现在把这样的焦距直接揣进了口袋，它的画质，你要说拿来做严肃创作，我觉得这个创作80%就是相机的广告。但拿来做日常记录，如果你是个摄影爱好者，用手机的镜头去熟悉不同的焦段给你的视觉感觉，我觉得手机实在是太方便了。我还带着它去了趟新加坡，有幸坐了大佬的公务机。这个公务机也是要过安检的，打火机并不能带上飞机。过完安检之后，我发现我的行李突然不见了。我想，这行李里有我的相机，还有我的配件，这我几个月工资也不够赔的呀。后来我才发现，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我的行李都提前提走了。这咱也没坐过公务机啊，这个流程好像不太熟，流程不熟。这里就不得不说手机拍照的另一个优势，就是从拍照到传播，它实在是太快了。当天我还特地用相机帮老板们拍了张照，什么16比特肉，对吧？这个宽容度非常非常高。但就在飞机起飞之前，老板们已经用自己的手机拍的照片 PS 结束，上传了社交媒体。而我的那张照片就永远的躺在了相机里，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把它从相机里导出来，飞机就已经起飞了，手机就已经没有信号了。那顺便给大家看一看公务机上可以吃到些啥。因为新加坡的比赛是街道赛，我每天去到围场里以后，只能靠走路去到拍摄点，这对去哪里只能靠双腿的我来说，真的是个巨大的挑战。在刚刚到的第一天，因为没有特别重的拍摄任务，我也根本就不想带上什么重的相机，我步行的3公里去赛道踩点。我吃完晚饭之后就随便到处溜达溜达，没想到就溜达到了赛道那边。那看看哪个拍摄角度比较好呢？这个时候刚好碰上了 F1 的安全车在巡视赛道。不过嘛，这个速度
严重怀疑是 F1的安全车驾驶员在刷圈。我就非常梦幻的就站在了这个属于 F1的赛道上，那我想拍一张照片做留念吧，但这张照片只能用内屏的摄像头拍摄，在展开手机之后无法用外屏控制主摄。我觉得小米应该尽快的去修复这个问题。我本来还想用这个主摄来拍 vlog， 但是外屏只能用来预览，而不能控制相机，它的内屏也不能锁定，也就是说你自拍的过程中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脸展现给你的路人，而且非常容易误触。我觉得就现在的硬件已经完全满足你去用主摄自拍了，那为什么不提供给你的用户这样一个功能呢？而且小米的这个折叠屏也能看出来，它堆硬件堆得非常非常狠。那用主摄岂不是能提升它主摄的利用率？尤其是对于我们拍视频来说，如果用自拍摄像头的话，它的画质是远远不如主摄的，而且是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区别。这一点真的要向三星好好的学习一下，我觉得三星的做法是 OK 的。这里是我住的酒店对面的小吃集市。我现在手握100块新币，是我老板给我的。他说你用这100块，管你自己这2天吃。然后上面的奶茶标的是5块钱一杯，好像我还有点富有啊，用100块钱吃2天，我感觉我瞬间有点富有。他那个。即便换算过后，我觉得这边的物价跟上海还是相当的，大多数也都是亚洲食物。那确切的说，好像我感觉自己到了某个中国的南方城市。这店铺里很多用中文，你向他点餐都是行得通的在这里恍惚间好像并没有很多异国他乡的感觉。那回到我的工作本身，因为 F1 比赛前还有 PCC 和 TSS 作为电赛，那我老板们是来参加 TSS 的，顺便来看场 F1， 那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在转播画面以外围场里的氛围。我自己跟着拍赛车也有1年多的时间了，这是我感受过的最好的围场氛围，感觉这就是大家一次周末的派对，现场永远都不会冷场，商业化也做得非常非常极致。不同的观赛区域有着严格的限制，你需要购买不同等级的票进入，还有各种各样的周边商品在售卖。我觉得这对于一个大型的赛事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如果你没有买票，想要白嫖观看比赛，可能性也是被主办方降到最低。观赛区域以外的地方全部用临时的黑布都挡起来了，而 F1 车手在围场里面则更像是明星，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抢着要签名的合照。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非常专业。如果大家对 F1 有兴趣，一定要去现场感受。那谈论了这么多影像体验，再说一说折叠屏本身。可能你会说小米的折叠屏，那你聊体验不应该是这块折叠更为重要吗？干嘛谈论这么多相机？首先对于我来说，买手机它的相机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能。首先这块大的屏幕让我取景非常的舒适，而且折叠的形态在购买之初我也是想要用主摄来拍摄 vlog， 也更大的屏幕也可以让我用手机进行现场的编辑。这次我在现场拍完就会编辑一些短的视频，直接发布到社交媒体。因为工作的原因，其实并不是特别方便把相机里的素材直接分享出来，毕竟是我的工作。手机实在是太过于方便了，拍摄、剪辑、发布于一体。我在帮别人做一些记录，而手机就像是我自己的一片天地。那感谢你的耐心，在我的天地里留了这么久。我觉得每个人可能在工作之外细心观察，还会有很多属于我们自己的瞬间。拍摄的时候，我并不会想 OK 这个构图怎么样，我是不是一定要记录到哪一个画面，那我后期要怎么用这个画面才能让我的这个片子更润色。我就是随手的把它记录下来。不知不觉翻了2个月，我的相册好像也拍了不少东西。电影可以重播，但我们的生活不能重来，所以这就是我用小米
的折叠屏这2个月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我觉得身处在这个当下，能拥有这样的硬件，也是一件非常非常幸福的事情。哦，对了，折叠屏拿来看看文档、看看视频，肯定会更爽。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现在比较在意的还是折叠屏的耐久度的问题。毕竟我现在买一个新的 iPhone， 用上2到3年的时间肯定没有问题。但是折叠屏，你觉得可以吗？